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說到宮鬥劇啊，《後宮甄嬛傳》在很多人心中，那絕對是天花板等級的存在耶。你知道嗎？這部劇都已經播出超過10年了，但它不止沒有退燒，反而還演變成了一門甄嬛學。大家會反覆的去看，重點已經不是為了看爽，而是為了看懂人生。這點真的很有趣。到底為什麼一部古裝劇有這麼大的魔力，甚至可以說後來的同類型作品沒有一部能超越它？好，今天我們就來好好的拆解這部神作，看看它到底強在哪裡。好，我們先來做個直接的對比。這幾年其實也出了不少爆紅的宮鬥劇嘛，像是《延禧攻略》，它主打的就是一個字：爽。主角一路開外掛，有仇必報，絕不手軟，好人壞人分得清清楚楚，觀眾看得超級過癮。這就像是速食一樣，馬上就能給你滿足感。可是《甄嬛傳》走的完全是另一條路，它是一部悲劇正劇。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它的目的不是要讓你爽，而是要讓你痛，要讓你去思考。它的節奏比較慢，可是當你真的看進去之後，就會發現它在探討的是那種非常深層的人性掙扎。裡面的角色沒有一個是絕對的好人或壞人，每個人都在道德的灰色地帶裡面痛苦的做選擇。我認為就是這種厚度，才讓它跟一般的爽劇拉開了本質上的差距。所以重點就來了，這也帶出了我們今天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到底為什麼一部電視劇能夠從單純的娛樂消遣，直接升華成一門研究人性的必修課？現在很多人重看《甄嬛傳》，其實是在劇裡面尋找自己生活、職場，甚至是人際關係的影子。它究竟揭示了哪些殘酷又真實的人性法則，讓它有辦法跨越時空，到現在還能引起這麼強烈的共鳴？我們繼續聊下去。這一部劇最厲害的地方，我認為就在於它對角色心理的描寫真的極度真實。我們就拿甄嬛跟安陵容這對昔日的好姐妹最後反目成仇來當做第一個切入點。很多人可能以為他們不就是為了爭寵嗎？但其實那個真相遠比你想的要複雜得多。他們倆的關係變化真的可以說是一場教科書等級的人性悲劇。很多人以為他們反目就只是為了爭風吃醋，但其實那個根源要深得多。他們兩個人在一開始都非常天真的抱持着一個共同的但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想，那就是想從皇帝身上得到那份唯一的真愛。但問題出在哪？問題就出在這座後宮裡，皇帝的愛從來就不是純粹的感情，它是一種權力平衡的工具，它是一種資源交換，它就是一場交易。當兩個女人把一生的幸福都賭在這件根本就不存在的東西上的時候，他們的悲劇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了。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你看哦，同樣是甄嬛的好姐妹，為什麼沈眉莊就能一直維持住那份真摯的友誼？關鍵就在於安全感這3個字。沈眉莊出身好，有底氣，有自信，所以當甄嬛得寵的時候，她是真心為她高興，甚至能說出“嬛兒，我更希望是你”這種話。她把好姐妹的勝利看成是自己人的勝利，但是安陵容完全不一樣，她出身卑微，內心充滿了那種極度的無法擺脫的自卑感，所以甄嬛對她的每一次幫助，在她眼裡都變成了高高在上的施捨。甄嬛的每一次成功，都像是一根針，狠狠刺在她的心上，提醒她自己的失敗。就是這種心態上的根本差異，決定了他們這段友誼最終一定會走向毀滅。我和你的寬容大度，總像是在施捨我。你有的都是我從來不敢想的。安陵容臨死前這段告白，真的可以說是她一生悲劇的總結。這句話真的非常痛，它揭示了安陵容所有恨意的核心。她恨的其實不是甄嬛這個人，她恨的是自己，是那個不管怎麼努力都無法擺脫的自卑感。這份自卑就像毒藥一樣，慢慢地毒害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關係，讓他永遠活在自己想象出來的陰影裡面，走不出來。
聊完了個人層次的心理，我們現在把視角拉高一點。如果說安陵容的悲劇是她的性格造成的，那麼整部劇真正的最大的反派又是誰呢？其實不是皇後，也不是華妃，而是那個我們看不見卻吞噬了所有人的巨大牢籠。所以呢，我們來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後宮這個環境裡，真正的兇手到底是誰？是那個心狠手辣的華妃嗎？還是那個笑裡藏刀的皇後？其實，劇本給了我們一個更殘酷的答案，都不是。真正的兇手是那個把所有人都困在裡面，逼着好人變壞，壞人變得更壞的體制，也就是紫禁城本身。它就像一個巨大的絞肉機，不管你原本是什麼樣子，進去了就是被攪碎的命運。這一點從碎玉軒這個地方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它就像是整個後宮的縮影。我們來盤點一下住過這裡的人：房歸人小產之後被打進冷宮，最後瘋癲而死；甄嬛自己在這裡失去了第一個孩子，心死離宮。天真爛漫的淳常在因為不小心聽到秘密，慘遭滅口。最後是沈眉莊在這裡難產血崩而死。你看，不管你是善良、聰明還是天真，只要進了這個地方，幾乎沒有人能夠得到好下場。這就是所謂的體制殺人。而在這個體制裡面，最可怕的武器，往往不是那種明刀明槍的傷害啊，就像皇後。他最厲害的手段從來就不是下毒，而是心理操控。他送桂花樹給剛入宮的甄嬛，表面上看起來是恩典，是善意，對吧？但實際上，他是用濃郁的花香來掩蓋底下早就埋好的麝香。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比喻，它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這個複雜的體制裡，最致命的危險，往往都是包裹在最溫柔、最美好的外表之下的。這就帶到了一個很關鍵的成語，叫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簡單來說，它的意思就是我寧願像一塊精美的玉一樣壯烈的粉碎，我也不願意像一塊完整的瓦片那樣苟且偷生。這句話完美的詮釋了像沈眉莊這樣的角色，她的死其實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她寧願用死亡來保全自己的尊嚴和氣節，也不願意在一個涼薄的體制裡面苟活下去。她的結局也恰恰應驗了碎玉軒這個名字的讖言，讓她成為了一塊真正的碎玉。好，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從角色的內心世界一路聊到體制殺人的殘酷。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談談一個更實際的話題，那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把《甄嬛傳》當成現代的職場聖經在看？它到底提供了哪些真的可以借鑑的生存法則？其實你仔細想，劇裡面的生存鬥爭那個底層邏輯，跟現代職場真的有很多相通之處。我們歸納出了5個關鍵的法則。第一，你得像甄嬛一樣，憑借自己的才學或專業，創造出別人無法取代的價值。第二，你要讓自己有用，因為有利用價值的人，才能在團隊裡活下去。第三，你的內心要足夠強大，才能熬過各種打擊跟挫折。第四，你要搞懂你的老闆在想什麼，同時也要了解你的競爭對手。最後一點，你要有策略，有系統的去建立自己的團隊和人脈。這幾點其實不就是一部濃縮的職場生存指南嗎？對吧？尤其是甄嬛的溝通技巧，我真的覺得段數非常高。她不只是很會說話而已，她其實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論，可以把敵人變成盟友。這套方法我們可以拆解成3個步驟。首先，第一步，她會先塑造出一個共同的、更強大的敵人，讓彼此暫時站在同一陣線。接着，第二步，他會重新定義目標，把焦點從“我一定要贏”轉變成“我們要怎麼樣一起活下去”。最後，第3步，他會提出一個雙贏的方案，讓這次的合作對雙方都有實質的好處。你仔細想想哦，這套路其實完全可以用在解決公司的跨部門衝突或是商業談判上，不是嗎？
不過，如果《甄嬛傳》只是一部教你怎麼在鬥爭中成功的劇，那它還稱不上是神作。它最深刻、最讓人回味無窮的地方，在於它告訴我們，所有勝利的背後，往往都有着你難以承受的巨大代價。這就是這部劇的醍醐味所在。甄嬛的悲劇其實不是她鬥輸了，恰恰相反，是她鬥贏了。她一路過關斬將，最終登上了權力的頂峰，擁有了所有的一切。但是與此同時，他也永遠地失去了最初那個還相信愛情、還保有善良的自己。他為了生存，一步一步活成了他當初最討厭、最鄙視的模樣。所以，這真的不是一個勵志故事，這是一個關於勝利的代價的深刻悲劇。所以，當我們回過頭再去看劇中這句經典台詞“再冷也不該拿別人的血來暖自己”，就會有更深的體會。這句話可以說是整部劇的核心警示，它在提醒我們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有些底線是絕對不能踩過去的。因為一旦你為了成功犧牲了自己的人性，那麼就算你最後贏得了全世界，你可能也已經失去了最重要的東西。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甄嬛傳》之所以無法被超越，並不是因為它的宮鬥情節有多刺激，而是因為它透過極度真實的人性刻畫，揭示了個體在一個殘酷的體制下會面臨怎麼樣的掙扎與選擇，並且最終還深刻地探討了勝利所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所以最後也留一個問題給大家思考，在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後宮，不管是職場也好，生活也罷，當我們面對各種壓力與競爭的時候，我們又該如何選擇屬於我們自己的生存之道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